宣布重新豁免352项中国进口商品关税后不久，拜登政府再次就贸易问题对华施压。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宣称，美方将更积极地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改变所谓扭曲市场的贸易做法。戴琪还声称，美国正在准备一种对华贸易政策的新做法。不过，就美国可能因俄乌问题对华制裁的说法，戴琪和美国财长耶伦都出面否认。同时，美国通胀率目前创40年来新高，民众日益不满拜登政府处理通货膨胀的做法。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曾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没有赢家。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周五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称，美国不会再按兵不动，将以更积极的态度向世界第2大经济体中国施压，要求其改变所谓扭曲市场贸易做法。戴琪没有透露具体细节，但表示华盛顿需要新的、更有效的工具来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以更好地与中国竞争。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说，美国接下来可能会开启新的贸易调查，也许会导致对中国的关税甚至禁运。他对市场要有个交代。所以他说要更狠的一招，所谓的禁用很有可能他现在是威胁性的，不是可以实行的。因为今天他在通货膨胀这么高的情况下，全球供应链已经由于新冠病毒加上了俄乌冲突在中断的情况下，我认为他不太会。戴琪还声称，在过去1年里，美国解决了与其他国家的长期争端，比如与欧盟和英国长达17年的飞机补贴争端，与欧盟、英国和日本长达4年的钢铝关税之争，而这正是为了应对中国构成的所谓更大威胁。美英周2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就取消特朗普政府针对英产钢铁、铝产品的高额关税达成一致。协议对铝设定了熔铸要求，要求进口商证明所使用的铝原料的来源。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该协议要求任何由中国实体拥有的英国钢铁公司审计其财务记录，以评估来自中国政府的影响，并与美国分享相关信息，使两国能够专注于他们所谓的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对其贸易谈判代表到今天没有出了一个像样的对华贸易战略，那证明他一直在做。至于他要做什么，我认为可能还是从我们左边下手，把你摘清在他所建立的供应链和产业链之外。我认为如果他要对这增加所谓的关税，那只能把中美推向一个真的脱钩。但我今天认为不会，因为美国自己发展有美国的问题，美国需要的是一个缓解它的通货膨胀，美国需要的是有一个美联储可以顺利的调整它的货币政策。我认为这是当下美国最关心的，应该是。而对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否会为美国未来针对中国的行动提供参考，戴琪称一刀切的方法不会奏效，这是2个不同的国家、2个不同的经济体、2种不同的情况，若真的混为一谈，对我们来说将是危险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五在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节目中也表示，因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而制裁中国，在这个时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合适的。他透露，美政府高级官员正私下与中方接触，以确保中方理解美国的立场。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多位议员、政府官员以及媒体一再炒作俄罗斯开战后请求中国军事援助，中方有回应等消息。不过，在周2的媒体追风会上，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澄清说，他没有发现任何有关中国给俄罗斯提供武器装备的证据。拜登在周4北约峰会后表示，不希望中国援助俄罗斯，但强调这不是威胁，只是确保中方了解这一举动的后果。他在记者会上还称，相较于俄罗斯，中国的经济未来和西方更加紧密相连。就美国可能因俄乌问题对华制裁的说法，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上周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强调，我们密切关注美方下一步有关的动向，我们不希望制裁发生，但是如果真的强加给我们，我们也要做出坚决有力的回应，来维护我们正当的权益。美国不断拱火俄乌危机以及对华施压，被认为是转移国内执政不力导致危机的手段，尤其是拜登政府处理通胀的能力，正引发民众
普遍不满。在美国历史上，美国总统在面临所谓国家外部威胁时，其支持率通常会不同程度的上升，这种现象也被称为集会效应。但迄今为止的多项民意调查表明，拜登的整体支持率并没有因此次俄乌冲突而有丝毫提升。在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中，拜登目前的支持率为43%，与1月份的41%基本相同。华尔街日报的民意调查显示，被问及美国政府应优先考虑的最重要问题时，选择通胀的人数是选择乌克兰问题的2倍，可见大多数美国人心中的头等大事仍是通货膨胀问题。美联社的 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大约70%的美国人表示美国经济状况不佳，近2/3的人不赞成拜登的经济政策。美联社报道称，虽然大多数美国人表示他们不会将创纪录的高油价归咎于拜登，但由于对高通胀和经济状况恶化感到悲观，他们还是给他的经济领导能力打了低分。目前，美国物价持续上涨，通货膨胀严重。2月最新发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7.9%，再创40年以来新高。根据穆迪分析公司最新报告，通货膨胀使美国家庭每月多花费近$300，令美国民众苦不堪言。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本月表示，人们已经看到天然气价格涨幅不小，俄乌冲突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将在下一个月进一步显现出来。今年通货膨胀水平仍将高得令人不安。美国人非常现实，因为搞政治的毕竟是少数，大家是要过生活的。大家知道超市的价格上涨了，他们就会不满。这就是我们看到通货膨胀对拜登和对本届政府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这么下去，中期选举就危险了，就民主党执政党就危险了。所以我想，拜登急于要解决现在跟中国的问题，也是为了把通胀慢慢压下来，是老百姓感觉到通胀对他不是一种威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三发表声明，宣布重新豁免对352项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加征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强调，美方的决定是在全面征求公众意见并与美国相关机构协商后得出的结果。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对此表示，美国的这次的豁免做法有助于恢复相关产品的正常贸易。中方始终认为，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措施不利于中国，不利于世界。在当前通胀走高、全球经济复苏面临挑战的形势下，希望美方从中美两国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快取消全部对华加征的关税，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早日回到正常轨道。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美国财长耶伦说不会制裁中国，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却说要向中国施压。那您怎么看这种听上去矛盾的说法？主持人好，美国财长和美国贸易代表说的是两码事，针对不同的事。耶伦是针对的是中俄关系，说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对俄军事援助，所以呢，制裁中国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合适的。而戴琪所说的呢是中美贸易争端，说中国的行业补贴政策和其他的非市场做法，以及所谓非法获取商业秘密，可能影响美国利益，所以呢，要向中国施压，设法让中国改变美国认为的扭曲市场的贸易做法，这个去缩小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那么搞清楚了两位美国的指向不同，我们就可以呢接着分析他们呢为什么要施压中国，会有怎样的结果。先来看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的说法，中美贸易协议第一阶段呢去年到期，国际社会的基本评价是美国对华贸易战打输了，高额关税增加了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也没有实现缩小美中贸易逆差的目标。结果呢恰恰是相反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扩大了，比打贸易战前的2018年还要高。当然了，新冠疫情是其中的原因之一，美国停工停产，很多的医疗设施和电子日用品都不得不从中国进口，扩大了贸易逆差。接下来怎么办呢？美国贸易代表显然呢是设法讨论所谓的中国行业补贴政策和知识产权问题，这呢也是中美呢曾经预定的中美贸易谈判第二阶段的事项。所以呢，戴琪放出强硬的话，说要施压中国，甚至可能要制裁中国企业，为接下来的中美贸易谈判抢话筒。但考虑到美国严重的通货膨胀，加上美国企业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降低
中国商品进口关税，中美贸易谈判呢可能会更具理性。据说呢，美国准备启动新的贸易调查，重点在补贴政策和所谓非法获取商业机密上。但现在呢，这个世界经济格局呀，因为俄乌战争和新冠疫情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确定的因素很多。我相信呢，接下来中美贸易谈判虽然会紧张激烈，但两国呢都会关切世界经济大局的。那么耶伦说制裁中国不合时宜，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耶伦所说的现在对中国进行制裁不合时宜、没有根据，主要呢是针对中国呀是否对俄罗斯进行军事援助而言的。前些天，美国和欧洲一些多嘴多舌者不断的制造谣言，说什么中国呢会对俄军进行军事援助。美国总统拜登呢也瞎起哄，说什么中国要是对俄军援，将承受经济代价。于是呢，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和政客就开始贫困讨论是否制裁中国，有的呢甚至提出要给中国与制裁俄罗斯一样的严厉措施。中方呢多次澄清，那不过是谣传，使美国呢试图嫁祸于人，歪曲事实。现在美国财长出面说制裁中国不合时宜，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美国确信中国没有对俄军援，二是美国一样担心俄乌危机对全球供应链带来的巨大冲击，期望呢与中国搞好关系，确保美国的供应链尽可能的减少损失。耶伦呢是支持全球经济化的，而中美呢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两大支柱，所以呢美国不能毫无根据的制裁中国，故意损害全球供应链而自找麻烦。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好，再来关注乌克兰局势。俄乌冲突已经超过1个月，俄军周五宣布，第一阶段行动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下一阶段主要目标是控制乌东部顿巴斯地区。而周六，俄军则对外宣布，仍在继续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乌克兰多方向的军事目标。值得注意的是，位于乌西部的利沃夫市宣布，该地区再次遭到俄巡航导弹袭击。俄方已经宣布将特别军事行动的重点转向乌东部，为何仍在其他方向着力？打击位于与东欧、中欧重要连通要道的利沃夫市，反映了俄军怎样的意图？来看报道。俄国防部周五宣布，在乌克兰第一阶段行动主要任务已完成，下一阶段主要目标是控制东部的顿巴斯地区。此前，俄方表示，目前顿巴斯地区武装已经控制卢甘斯克93%的区域和顿涅茨克54%的区域。据报道，目前冲突最为激烈的地方仍是乌东南部的马里乌波尔。乌总统泽连斯基周五就表示，目前马里乌波尔市是遭受俄罗斯轰炸最严重的城市之一。马里乌波尔是黑海、亚速海地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港口，失去它将对乌克兰经济造成重大打击。乌国防部副部长安娜·玛利亚尔就表示，乌俄冲突战线长约1800公里，目前俄军的攻势趋缓，但俄军正在动员部队和人员，准备发起新的进攻。从这个全面进攻到重点进攻，调整战略，就是把重点放在这个东部的顿巴斯的这个方向上。一方面它可以重新调集比较有优势的这个兵力和装备，优先解决这个顿巴斯方向的这个乌军的集团。另一方面，它也比较有利于它保障自己的补给。在基辅和哈尔科夫方向呢，它可能就不会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了，然后把优先的攻势就放到这个顿巴斯的这个恢复这个顿巴斯的2014年的边界的这个角度上。这也是俄军根据前一个阶段的这个在战略战术上的得失。和自己的这个现实情况做出的这个调整。而此次遭到俄方高精度武器打击的利沃夫，就在这一雇佣兵训练营的附近。此外，俄首次实战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也是针对乌西部一处地下军火库。值得一提的是，利沃夫此前一直被认为是俄乌冲突背景下乌克兰最安全的地方。在1周前被俄方导弹攻击之前，当地政府还表示，利沃夫正打算利用就业中心帮助逃来的20万难民找工作，还在考虑出台更多招商政策，吸引东部投资转向西部。观察指，随着俄军接二连三将利沃夫设定为
为攻击目标，这里已经不再安全。还有分析认为，由于利沃夫距离波兰边境近70公里，俄军突然增加炮击，可能是俄军试图切断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的武器供应线。利沃夫正好是关键的节点。俄方就它的常规兵力而言，它是不足以对这个西部的这个乌军，包括乌军的设施进行全面的打击的。所以说，它现在只有通过这种这个巡航导弹呀，通过这个空天军啊等等，进行一些这种零星的，但是对这个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打击。这个是一方面呢，是对北约未来可能的直接军事干涉起到一个震慑、威慑的作用。另一方面呢，它也是削弱这个后方这个乌军的本身的这个后勤设施，包括它的一些这个指挥设施等等。应该说跟它这个重点把常规兵力放在这个东部，其实是不矛盾的。当地时间周六，美国总统拜登结束此次欧洲之行前，在波兰华沙就乌克兰危机发表了长篇演讲。其中，他即兴发挥称，普京不应再继续掌权，立刻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白宫第一时间出来灭火。克里姆林宫表示，拜登访欧期间针对普京的最新言论，进一步缩小了俄美关系缓和的可能性。即将结束欧洲行的拜登最后一站是波兰华沙皇家城堡。周六晚，他在这里发表了长约半个小时的演讲，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并让乌克兰人不要害怕，我们和你们在一起。华沙演讲是拜登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首次在美国之外就乌克兰危机发表的讲话。他将俄乌冲突定义为所谓民主与专制的斗争。This battle will not be won in days or months either.We must commit now to be in this fight for the long haul. 据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报道，拜登的演讲并未让乌克兰完全满意。一名叫做伊纳索夫森的乌克兰议员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拜登的讲话让波兰放心了，但没一个字能让乌克兰人放心。拜登重申，美国不会直接参与俄乌冲突，令乌克兰失望。NATO is a defensive alliance. American forces are in Europe, not in Europe.To engage in conflict with Russian forces. American forces are here to defend NATO allies. 外界注意到，整场演讲中，拜登数度向俄罗斯人喊话称：“你们不是我们的敌人。”但他却在演讲的末尾情绪激动地表示，普京不能继续掌权。Ukraine will never be a victory for Russia, for free people refused to live in a world of hopelessness and darkness. We will have a different future, a brighter future. For God's sake.This man cannot remain in power. 这言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路透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多家外媒指出，这是拜登对莫斯科言论的一次重大升级。对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击称，俄罗斯总统由俄罗斯人民选举产生，这不是由拜登决定的。白宫则第一时间出面灭火。一名官员向媒体紧急澄清说，总统的观点是不能允许普京对他的邻国或该地区行使权力，而不是在讨论普京在俄罗斯的权力或政权更迭。白宫方面还表示，这句话并不在拜登事先准备好的讲话稿中。此前，白宫也曾多次表态称，不主张改变俄罗斯政权。And the White House statement following up is not what was heard around the world. What was heard around the world is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changing strategy here, and not only are they just going, supporting Ukrainians, they are now interested in removing Vladimir Putin. Of course, that brings up a whole other set of questions about, okay, well, who's going to replace him? Yeah. What does that process look like? Who's going to manage that process? So it's, you have to be so careful about the things you say, and the president has not been doing that.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拜登政府及其他的精英决策层仍旧没有抛却掉颠覆他国政权的这样的一个冷战思维，根本上呢是美国的文化和制度上的这样的一元论。那么第二个呢，从侧面上反映，美国可能并没有真正去谋求俄乌冲突的缓和和和平解决，它的优先事项仍旧是优先去削弱俄罗斯。值得注意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拜登加重了对普京个人的指责。本月16号，拜登公然指责普京为战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这是俄乌冲突以来所有美国官员中对普京行为的最严厉谴责。仅仅一天后，拜登又称其为凶残的独裁者。波兰之行中，拜登更是在多个场合对普京发起猛烈攻击。先是在和波兰总统杜达出席一场简报会时，再次用战犯一词形容普京。接着在与乌克兰难民会面后，拜登又将普京称作屠夫。
You know, you're dealing every day with Vladimir Putin. I mean, look at what he's done to these people. What does it make you think? He's a butcher.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随后表示，一个国家领导人应当控制自己的脾气，每一次这样的人身攻击都会缩小现任美国政府领导下美俄两国双边关系的机会之窗。佩斯科夫还说，拜登20多年前曾呼吁轰炸南斯拉夫，从他口中听到对普京的战争指控很荒谬。此前，克里姆林宫对拜登称普京为战犯的言论也进行了严厉回击，认为这不可接受，使俄美处于断交边缘。俄罗斯外交部还召见美国驻俄大使约翰·沙利文，并向其递交了抗议照会。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可能也反映了美国长久以来一直具有的真实目的，借俄乌的冲突来达到它真正的战略目的，就是把俄罗斯普京政府呢彻底给这个打趴下。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升级的信号，因为俄罗斯毕竟是一个非常大的军事大国，也有几千枚的核弹头如果不能处理好跟俄罗斯的关系，处理好跟普京的关系，那么欧洲安全也就无从谈起。目前拜登的说法和做法都是火上浇油，的确是非常不明智，有可能引起全世界新的安全的不稳定。此外，周六发表演说之前，拜登还在波兰出席了美乌外长和防长的2+2会议，这是俄乌军事冲突全面爆发后，拜登首次与乌克兰政府官员直接对话。国会山报披露，拜登在这场会议上待了约40分钟。据白宫发布的会议简报，拜登除了老调重弹地对乌方官员介绍了美国团结世界支援乌克兰的努力，以及美方给予乌克兰的大量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外，还特别提到正在同盟友及合作伙伴协调追究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周六表示，美国各阶层代表近期一直在试图推卸自己对接近完全破裂的俄美关系的责任。美方习惯性地将矛头指向俄罗斯，指控俄方使局势升级。扎哈罗娃强调，俄方不回避对话，并准备在平等相向而行的条件下与美国达成协议。然而，美方还未准备好与俄方进行平等对话，并让俄罗斯驻美机构的工作变得困难重重。俄方敦促美方考虑相关后果。俄乌冲突并不单单只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它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共同对俄的这样一个结构。首先就是美国它提供信息情报、武器装备还有资金支持，那么北约提供武器装备及其后勤支持及其乌克兰士兵本土作战，这样的一个3元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俄乌冲突的解决并不仅仅需要俄乌之间进行对话，还需要俄美进行对话，破坏俄美未来潜在对话的一个氛围。它会刺激俄罗斯对国家生存安全的一个关切，可能会导致俄乌冲突的升级，导致国际安全架构的一个不确定性的增加。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助理研究员陈宇。陈先生你好。俄军以远程精确打击为开端的第一阶段军事行动计划已经达到目的，那下一阶段主要的目标是控制东部顿巴斯地区，对此您有何观察呢？那么俄军其实他刚开始在对乌克兰进行军事行动的时候，他的目标是以闪电战包括占领基辅等等这样的方式来逼迫乌克兰投降但是呢，在他的一个初期的目标没有达成的情况下呢他重点开始转向对乌克兰的全面的军事的行动那么它这个打击面还是比较广的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前来看俄军它整体的战线拉得比较长，那么导致它整体的进攻节奏在趋缓，包括它这个军事补给能力也受到了严重的限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从3月4号以后俄军在战场上并没有太多的推进所以呢在这20天之后呢，俄军宣布它这个第一阶段军事行动的结束呢，实际上标志着它的整体的军事战略的一个重大调整。我认为它第一阶段是达到了一定的战略目标，但是跟它最初设计的整体的战略规划可能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么现在呢，俄军它主要的目标转向这个东部地区呢，实际上是它整个军事战略的一个集中那么它能够集中它的这个优势资源争取在它在东部地区控制的现在的这个土地的基础上继续巩固，并且往前推。这样是他接下来一段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一个主要的目标。我认为整体上，他如果能够集中自己的军事资源的话，在东部巩固自己存在的目标还是可以达到的。
俄军前一天才宣布军事攻击方向调整，但周六就对乌西部城市利沃夫市进行了远程轰炸。您对此怎么看？这与俄方宣布的是否矛盾呢？我觉得这个并不矛盾啊，因为现在俄军对利沃夫的主要的军事行动实际上还是一个通过导弹等等这些武器来打击为主并不是地面部队的进入。实际上他在利沃夫的打击和他在这个东部的这个行动的计划是完全不同的目标。他在利沃夫的打击呢，主要还是做给西方看尤其是警告北约不要直接的来介入。未来他在乌克兰的这个军事行动很可能还是要以东部为主，那么以西部的打击作为牵制西方的一个手段而已。美国总统周六在波兰发表的讲话中称，普京不能继续掌权了，引发全球侧目。他之前就已抛出战犯说，令俄方警告俄美关系已处断交悬崖。那您怎么看拜登对普京的持续攻击，对俄美关系将带来哪些影响呢？过去呢，美国虽然和俄罗斯之间也一直有冲突有局域，但是呢，美国的领导人美国的总统总是避免那么直接的对普京来进行一个攻击。但是呢，从拜登上来以后也确实刚开始是把普京叫做杀手，那么后来呢又是把普京作为这个战犯，那么这次又直接否定了这个普京执政的这个合法性和执政的基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我觉得呢，其实美国他在这个俄乌冲突中还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他刚开始就是一直尽可能的避免能够直接的介入到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矛盾当中，多次说美国不会美国和北约不会这个直接的派兵来保护这个乌克兰，实际上就是把这个俄罗斯一步一步引入了他设下的这个战争的圈套里面去。后来俄罗斯踏入这个陷阱之后呢，美西方又是对俄罗斯进行各种施压。我想其实美国的战略是非常明确的，他就是想利用这次战争拖垮俄罗斯，特别是希望拖垮普京政权，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所以现在俄罗斯和这个西方之间和美国之间实际上有这样的一个很根本性的矛盾那么我想未来乌克兰的局势也好，俄美关系也好，都很难言乐观。我想这个美国并不希望现在的冲突快速的来结束，他更希望利用这个冲突能够尽可能的拖垮俄罗斯。所以实际上美国现在这种态度对俄乌冲突的解决并没有一个正面的帮助。好，谢谢陈宇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据国家卫健委通报，周六全国除港澳台地区新增确诊病例1254例，其中本土病例1217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4333例。周日，上海市卫健委介绍，上海正开展核酸加抗原检测的筛查，目前已抗原检测1400多万人，其中抗原检测阳性人员会立刻进行核酸检测并进行管控，力求尽快阻断疫情传播。另外，针对本轮吉林疫情，吉林省卫健委方面表示，正加强长春、吉林两市方舱建筑工地感染病例的流调管控，防止疫情风险向社文领域传导。据上海发布周日晚间消息，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消息，为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综合前几轮核酸筛查情况，并经专家评估研判，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新一轮切块式网格化核酸筛查，其中包括从周一午时起，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分批实施核酸筛查，封控区内住宅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所有人员足不出户，人员和车辆只进不出。封控区域内暂停交通、地铁、轮渡、出租汽车、网约车运行。此前，上海通过对前几轮核酸筛查数据分析研判，开展核酸加抗原检测的筛查。重点区域居民开展核酸筛查，非重点区域居民开展抗原检测。目前，全上海已抗原检测1400多万人。此前，一些医疗机构、急诊等部门接诊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后，不同程度暂停服务，给患者正常就医造成不便。因此，为进一步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最大限度减少疫情防控对人民群众正常就医的影响，目前，上海178家23级公立医疗机构，除后备定点医疗机构外，急诊均全部恢复。在全国多地疫情吃紧的背景下，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相关负责人强调，
调，疫情期间为着力保障封控区和管控区居民的正常医疗服务需求，特别是需要规律性治疗的肿瘤放化疗、血液透析患者以及危重症患者、孕妇、老年人、儿童等特殊人群，医疗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特别是不得以没有核酸检测结果作为推诿、拒绝、延误治疗的理由。各个医院要在抢救室、手术室、病房设立缓冲区。外，吉林省周六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07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007例。在周日举行的吉林省疫情防控工作第16场新闻发布会上，吉林省卫健委副主任张丽介绍，吉林省围绕社会面清零，对长春市社区管控情况进行暗访检查，进一步加强核酸检测、转运隔离、流调追阳、场所消毒等各环节工作协调联动，统筹调配资源。长春、吉林、四平、延边、梅河口等地持续开展区域核酸检测。吉林省还将全力解决市民买菜难问题。张丽表示，目前吉林省疫情防控已经到了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吉林省将加强采购、储备、发放、调拨、配送、管理等环节统筹协调，全力打通生活物资保供最后100米，千方百计满足群众正常生活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深圳周六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例，已连续4天降为个位数，疫情防控态势总体可控。深圳将在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同时，继续实施分区分级差异化的疫情防控举措，做好严防疫情外溢、严防疫情输入，完善分级分类医疗救治体系等方面工作，其中包括从市外涉疫地区来深返深人员需落地核酸检测，对所有返深人员必须100%做好测体温、亮码、戴口罩3项防控措施。好，欢迎回来，来看香港方面的疫情。香港连续第2天日新增病例数回落至4位数。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提醒，确诊案例回落虽是好现象，但香港仍然存在大量传播链，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市民不可掉以轻心。周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继续主持记者会，重点交代疫苗接种的最新进展。据悉，香港特区政府将扩大家居疫苗接种计划，上门为行动不便人士及70岁以上长者接种疫苗。据新华社报道，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周日公布，截至周日零时，香港新增8037宗确诊个案，其中经核酸检测确诊病例3555例。另据香港醫管局介紹，過去24小時有130名確診患者在公立醫院離世。希望市民喺呢個關鍵嘅時刻咧，繼續要保持住緊守住各項嘅社交距離，減少聚集啦。咁尤其是長者就盡量留喺屋企裏面啦。咁就同埋唔好有啲跨家庭嘅聚會。個嘅出行指數係好明顯咁樣係翻上去。咁所以呢一個咧，如果我哋再係行翻出去嘅咧，我恐怕咧嗰個社交距離嘅措施，無論點樣想復常或者係計劃喺4月21號去復常咧，可能未必做得到。如果你話你係而家又試翻去嗰個嘅出行數字，亦即是話嗰個交叉感染嘅風險，亦都係即刻翻上去嘅咧。我相信如果你話第5波係翻去有一個嘅反彈呢，係一啲都唔奇。在周日舉行的政府高層記者會上，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再次呼籲市民盡快接種新冠疫苗。無論從香港第5波死亡個案嘅數字睇得到，以至到海內外嘅經驗呢，都係如是嘅。疫苗接種係可以減輕感染人士患重症甚至死亡。咁所以佢亦都係保護香港嘅醫療系統一個最有效嘅措施。疫苗接種亦都係我哋走出呢個疫情，甚至可以講咧係恢復同內地同埋海外通關嘅必要條件。香港第5波疫情嚴峻，灣區各大駐港媒體一直跟進報道物資供港、醫護人員支援等抗疫前線情況。各駐港記者深入疫區走訪社區，反映社會狀況，提供最新資訊，挖掘抗疫故事。香港電台愛心服務團於周6發起灣內媒體參與全港社區抗疫連線的派發物資工作，媒體記者與義工同盟一起擔任義工，發揮灣內友情、眾志成城精神。來看深圳衛視駐港記者的親身體驗。灣內友情，眾志成城，
由香港电台发起的全港社区抗疫连线湾区媒体爱心服务团得到了湾区各驻港媒体的积极响应。周六早上，深圳卫视驻香港记者站连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站、广东广播电视台港澳办、广州广播电视台香港站、南方报业香港站等媒体同行的代表都来到了香港九龙湾香港青少年军总会参加义工活动。出席活动的全港抗疫义工同盟总召集人陳振兵首先向媒體介紹了目前的物資派發情況。唔同嘅群組有唔同嘅需要，咁我一路排緊，咁啊希望咧多啲人幫手。我哋其實香港電台最近發起咗一個咧灣內有情，眾志成城，我哋就希望集結我哋灣區嘅力量咧，一齊做好我哋嘅抗疫工作。灣區嘅媒體好支持呢一個活動。平時媒體我哋多數都係做報導，今日咧我哋除咗做報導之外咧，我哋做實事。我哋亦都將一啲國家援港嘅物資咧，將佢擺落去一個禮包度，我哋包裝，做完包裝之後咧，我哋一陣間仲會咧上門送去俾有需要嘅市民。隨後，義工詳盡介紹了如何對原港物資進行包裝，媒體記者們就開始對物資進行包裝。好多啊，有午餐肉，有連環清瘟，有快速測試盒，然後有2包出前一丁，有米，有臘肉。參加活動的媒體人都表示，平時一直在報道中央援港物資如何送到香港市民手中，今天能作為義工的一份子參與其中，非常有意義。我們平時是站在這個攝像機的後面來記錄這個事情，那麼今天我們是身體力行來去參與。我覺得整個社會要回歸到正軌的話，太多人要走進這個行列當中。我覺得咧抗疫嘅正能量咧係要1+1，大家互相影響，一路越影響得多啲人咧，就會好似即係幾何級咁樣上咧。抗疫嘅行動嘅正能量咧，一定要眾志成城，全部一齊加油。包裝完畢後，街坊義工、香港電台記者和灣區媒體記者3人一組，去鄰近的屋苑給急需防疫物資的市民送抗疫包。係，婆婆。好，慢慢啦，唔使急嚇。係啦，少少嘢裏邊咧就有啲防疫用品啦，有啲測試劑啦，有啲清瘟膠囊啦，又有口罩啦。唔該啊，唔該大家，記住身體健康嚇，記住嚇。你好啊，你好。多謝晒，出前一丁啊，連環清瘟啊。多謝晒，有抗疫用品，係啊。對於已經確診的住戶，義工團隊將物資掛在他的門口。有香港市民接到防疫物資後非常感動，眼泛淚滑。多謝晒你哋。唔客氣啊，係啊，最緊要身體健康啊，最緊要 keep 住係啦，少少意思啫，係啦。